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沈频道，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这期节目我们来聊聊中国粉红的破防。最近他们因为一个人的辱华言论破防了，怎么回事呢？在小红书上有人反映，好莱坞巨星威尔史密斯的儿子 Jaden Smith 在日本的地铁里边辱华了。有现场的中国人听到 Jaden Smith 跟其他人在谈论到中国的时候用了脏话。他们看到了 Jaden Smith 跟他的朋友说聊了一些比赛的内容之后呢，谈论起对某些国家的看法。他们先谈了韩国和日本，然后紧接着说到了中国。这个时候一谈到中国，然后连续用了 F words， 现场的中国人听到了说就很恶心，说几个老外都说了好几遍 F 词儿，外加连续1分钟对包括国人和国家的侮辱性言论。到底怎么侮辱的我们不知道啊，他也不敢说出来，反正就是他觉得是在侮辱中国。然后这个人听到之后呢，说情绪有点激动啊，脑子上头了。听到辱华言论，这粉红当然就是很激动了。他说比较愤慨。然后他父亲呢劝他保持冷静，然后他们这团队当中也有人走过去提醒了一下啊，就是你这样的说法其实他们也觉得不太合适。那么最后这个中国人虽然没有直面的去跟他们对骂，但是拍了照片。这一张照片确实就是 Jaden Smith， 那确实就证实了威尔史密斯的儿子 Jaden Smith 在日本的地铁里边发表了辱华言论。但是问题这里边有两个，人家在自己私下谈论什么，跟外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对吧？这是第一点，他没有公开指着中国人骂。第二呢，就是他具体骂的内容我们还是不知道，说用了 F 词儿，那问题是 F 词儿可以有无数种含义，如果大家懂英文的话，它既可以有含义也可以没有含义。这个词的功能是非常多的，它可能只是抒发一个情绪，他说这句话有可能是带着情绪说的，所以有了 F 词儿，但不代表就是有真正的辱骂中国的含义。或者说就算他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到底具体讲了什么，说中国哪些问题存在，对吧？他说没说？他说了之后呢，说的是不是对的，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现实发生的，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人没有反映出这个 Jaden Smith 讲的任何一句辱骂中国的话，除了他说有 F 词儿以外，所以我们没法评判 Jaden Smith 讲的内容啊，说骂中国骂的内容骂的对不对。你不能说骂中国就一定是不对的，你要看他具体的内容到底是不是，对吧？就像很多人说我们黑中国，我们只是把中国的黑暗面展现出来，这难道错了吗？它本身就是黑的，我只是告诉大家这是黑的，我是在说一个事实，对吧？说事实难道错了吗？如果说事实都是算错的话，那就完全是屁股决定脑袋，完全是立场先行，没有是非观念。所以关键问题不在他讲这个话的态度是什么，关键是他到底说了什么，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只是小粉红自己玻璃心了，别人私下里讲的话不小心被你听到了，然后你玻璃心，那是你的问题，真的不是别人的问题。他没有公开场合当着中国人去讲，直接去辱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挑衅，对吧？但是他并没有。后来经过别人提醒，他们也不再讲了。所以这个事情为什么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吵起来，就是因为很难说理，你很难去指责 Jaden Smith。人家自己一个外国人，而且还在日本的地铁里边谈论另外一个国家的事儿，这完全是对方的言论自由，只不过恰巧被中国的粉红听到了而已。不过我还是想劝这位中国粉红啊，你到了海外，你想听到中国的负面的东西，那太容易了。而且你长期的在一个信息茧房当中听到的都是夸奖的，看的是新闻联播，对吧？所有的内容全部都是在歌功颂德，然后你听到一些负面的言论或者对中国不友好的言论，你就破防了，你就玻璃心碎了啊！这是需要习惯的。你以后在日本生活还是在任何国家生活，你都要习惯。你不仅是听到对中国的负面，你可能还会看到很多的政策是对中国的敌视，哪怕是对中国人的歧视。比如说中国人不许买房，在现在美国很多州都有这样立法。不好意思，这就是你们要经历的。谁让你们的伟大祖国现在是这个德性，对吧？那没办法，这些人必须要习惯啊。很多在海外听到这些言论就破防了，然后上去对骂呀，或者看到一个张贴的广告，然后很生气把它撕下来，这样的粉红一般都是刚出国的粉红，就是从小受到了一种洗脑教育之后，他很难去接受不同的意见，然后看到之后他立刻就觉得就是心理上受不了了，就是在一个温室当中就很容易出现这种脆弱的花朵，他一旦经历风雨的话他就受不了。其实小粉红也是一样的，在一个蜜罐里长大，然后你到外边去，你处处都觉得会受欺负，甚至处处觉得别人是在针对你，其实对方没有。这既说明他们心理脆弱，同时也是说明他们很自卑，没有自信。因为所谓的自信都是在纸面上，都是在宣传口号当中的，并没有实际在中国有自信。因为自信从何而来？从事实得来。你事实这个国家很强大，
你事实这个国家不用依靠别人，你自然你就是有自信了。但很可惜，中国的现实并不是如此，对吧？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完全依赖整个西方世界的，完全依靠着进入国际贸易组织，成为世界工厂，才开始富裕起来，才开始有文化起来，才开始接触到现代文明。所以说，中国人怎么可能有自信得了？今天把什么中医、汉服什么都玩起来，说这是自信，其实这是很明显自卑导致的。你饥不择食，你一定要找到什么东西来证明自己，这反而暴露了中国人的自卑。西方人反而都没觉得我高你一等，但是中国人反而觉得自己低别人一等。我们过去多多少少可能都有这样的心理。注意，这个 Jaden Smith 本人曾经还跟成龙一起拍过电影，他拍的那个 Karate 专门到中国去取景，跟中国有密切的关系，甚至他自己说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那他怎么就变成了反华的人？这个小粉红在发这个信息的时候，一开始说他并不知道这是 Jaden， 他发了一个朋友圈，说在新干线上碰到了一群反华的外国人，然后朋友圈有几个朋友说这个人好像是 Jaden Smith， 后来他才发现果然是他，因为他最近要在东京开演唱会，一群 rapper 歌手怎么无缘无故的跟中国扯上关系，而且还变成反华的人？当然一方面你可以说这是小粉红的玻璃心造成的，当然另外一方面呢，他是不是反华，或者是对中国是不是有意见，这是很明显的，对吧？从这个粉红的表述当中也可以看到，你即使是以前跟中国有这么密切关系的一个，跟成龙是好朋友，一起拍过电影这样的关系，但是没办法，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政府所做的各种恶心事儿，还有中国低素质粉红们在海外的这些行为，已经把中国的这个国家形象糟蹋的不成样子了。所以不仅是普通人，哪怕是受惠于中国市场的明星，他都对中国有种种的意见，这难道不是被中国逼出来的吗？谁愿意无缘无故跟一个国家有仇呢？他们肯定不是那种平时会谈论政治啊、谈论新闻啊、了解人权啊，他们不会关注这一点，他们肯定是自己那小圈子。但是如果连 rapper 圈都觉得说中国是一个很烂的国家，只要聊起中国来都是咬牙切齿的，或者带脏字的，那可见中国的形象现在是多么的差。谈到韩国、谈到日本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情绪上的反应，那可能真的不赖他们，真的是中国这些丑事儿实在太多了，对这个世界造成的负面影响太大了。所以到了今天，几乎人人都变成了辱华分子、反华分子。这件事情虽然没有被媒体热炒，但是在网上还是有一些粉红去攻击威尔史密斯跟他的儿子。威尔史密斯在中国的微博上面还有一个账号呢，结果很多的评论都在骂他和他的儿子，甚至对黑人群体进行种族上的攻击，不仅要抵制他的电影，还骂他是黑人奴隶，说他儿子当众嘲讽亚洲人，都没好意思说是嘲讽我们中国人，是嘲讽亚洲人。你去好好看看，不好意思，他们有嘲讽日本跟韩国吗？没有，嘲讽的是你中国人。 OK， 是你中国的形象这么差，是你中国人的素质这么差，你现在在全世界表现出来的是一个负面形象。日本韩国可没有像中国这么差的声誉，正是因为现在这种形势的发展，导致现在你可以在小红书上找到很多在海外的华人，特别是小粉红玻璃心碎的场景。其中有一个场景也挺有意思，有一个在泰国教中文的，他就发了一个帖子，是说泰国人在网上表现出亲日的举动和言论。泰国人发了一张照片，说这个父母让孩子脱了鞋，然后站在地铁凳子上，说可爱的人为他人来考虑，也只有日本人会这样了吧。看到夸日本人的泰国人，中国小粉红立刻破防了，玻璃心立刻碎了啊。然后他还说，这个泰国人夸日本人的帖子光点赞就接近9万，他说着实有点难以理解。下边的留言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人也同样的是完全崩溃了，说前几天刚从泰国回来，这次去最大的感觉就是泰国人太哈日了，都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地步。然后这个作者甚至还看到在泰国有人把这个店家把 Made in China 这个词用日语的标题给遮起来，然后当做日货来卖。为什么要当做日货来卖，而不敢把这个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放出来？还不是因为 China 这个名字臭大街了吗？店家对中国肯定没有恶意嘛，那他是为了赚钱，他肯定要迎合顾客的需求，对吧？当然这么做肯定是一种欺骗，我不赞同，但是这能反映出这背后人们的心理，就是即使在泰国，这些人对中国人的反感已经到了一定地步，而且他们对日本的好感是发自内心的，这让中国的爱国小粉红彻底崩溃。当中国跟这个世界主流的价值渐行渐远的时候，就一定会出现这些有意思的现象。中国最新的一个教科书上就明确写着，西方的普世价值的实质是具有迷惑性的、欺骗性的，而且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
就是中国坚决不走西方的道路，坚决跟西方的普世价值划清界限。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就要跟你们脱钩，对吧？你不要想影响我们。而这个普世价值其实没有所谓西方东方，对吧？日韩也是东方，但是也接受了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什么意思？就只要是人类社会都应该追求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不一定完全能达到，泰国的自由民主程度也没有达到西方的程度，但是这是一个理想和目标。但是中国政府怎么说呢？说这是骗人的，说普世价值在理论上是具有虚伪性的，说普世价值呢并不普世，它是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将人看作无差别的价值符号，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价值观。我觉得这种说法恰恰相反，普世价值只不过是尊重每个人的个人权利，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价值观才是把每个人当作符号一样，所有人都是最高权力和最高领袖下边的韭菜和炮灰。然后他还评价说，普世价值在实践上具有虚伪性，说即使在西方他们自己的世界里面都没有真正实现普世，说种族歧视、劳资对立、金钱政治、贫富分化、社会撕裂、人权无保证等问题在一些西方国家长期存在且愈演愈烈，跟普世价值形成鲜明对照。我觉得中国教材去讲这些话，我觉得是不是太讽刺了一点？就是在刚才讲到这些问题，什么金钱政治、社会撕裂、贫富差距，难道中国不比其他国家严重的多吗？更何况我刚刚说到，这是一个理想，这是个信念，这是个目标，没有任何国家能够100%做到，否则的话那就是人类大同了。这个中国的教科书居然还给出一个结论，说事实一再证明，随着普世价值的话，达到的并非是自由民主人权的春天，而是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的严冬。我不明白西方哪个国家民不聊生、生灵涂炭了？你中国政府不是天天的跟这些西方国家去比较吗？对吧？我这儿又追上你了，我那儿又追上他了。那如果西方世界都是这么没落、这么悲惨的话，那你为什么还要超英赶美呢？对吧？别的国家是不是应该把中国当做一个榜样呢？对吧？那这些在西方国家生存的人是不是应该纷纷的跑到中国来呢？但是现实却是完全相反的，我们看到都是中国人在用脚投票跑到西方去润出国的。到底谁是表现出虚伪性跟欺骗性的？难道不是这个中国的教科书吗？最后这篇文章说，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性、人民性、真实性，使其具有强大的道义力量，充分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越性及其在中华民族实现自己梦想奋斗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哎呀，我读了这段的话差点没有吐出来啊！这是要心虚到什么程度，自卑到什么程度，才会把话吹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真的自信的话，你都没有必要去攻击什么西方普世价值了，对吧？你真的自信的话，你甚至可以把防火墙拆掉。如果你真的足够自信的话，为什么不敢让西方的言论、西方的信息进入到中国？我们看的是你做什么，而不是说什么。所以就冲这样的宣传洗脑和政策方向，就可以看到中国跟西方的渐行渐远。那么必然中国的粉红，不管是中国国内的还是海外的，都会一个接一个的崩溃。但是这种崩溃是好的，你不崩溃的话，你永远活在一个中国梦的幻想当中。你得崩溃几次之后，你才能知道现实并不是像之前你被洗脑宣传的那一套，中国多么美好，西方多么的悲惨和邪恶，所有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全部被颠覆了。只有在那种情况下，中国人才能够真正的面对现实，慢慢的实现真正的自信，而不是这种虚假的自信。那你说什么时候中国人会彻底的心理崩溃呢？快了，现在已经是逐渐在崩溃阶段了，对吧？你可以看到一个个的小粉红都在破防。还有一个致命的，就是他们认为的所谓中国崛起，也就是经济发展已经到了瓶颈期，开始逐渐的在走下坡路了。改革开放的倒退将会导致中国人彻底的崩溃，就像过去大清帝国的洋务运动，好像开始富裕起来，好像开始跟上时代了，好像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但是怎么样呢？一场甲午战争让大家知道，原来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是死路一条。今天其实在重复过去的老路，现在是只改经济，改经济改到今天已经改不下去了，接下来只有崩溃，只有来一次甲午战争，甚至是辛亥革命。任何一场变故都会让沉浸在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这些中国人彻底崩溃。彭博社最新的一篇报道说，中国经济现在的下行就意味着中国将永远不会在经济上超过美国。
过去这么多的经济学家在预测啊，到了哪年中国的经济就会超过美国，现在很明显预测全错了。彭博社自己的经济团队，他们预测中国经济的增速将在2025年之前接近1%，说现在中国房地产的暴跌和已经彻底被击垮的信心是很难再修复的。其实我觉得彭博社已经是非常温柔了，他给出了这么遥远的一个时期，然后给出了1%，至少这个1%还是一个正数，是吧？我倒觉得不是1%，而是0%甚至负数，因为他们的预测还是根据现在中国官方的数据来预测的。可是中国官方数据能够相信吗？他说现在中国经济6%的增长，你能相信吗？而且他甚至没有考虑到今天的6%是怎么实现的。除了统计局造假以外啊，我很有可能还有就是整个经济结构仍然是国家投资拉动的6%，你这个投资代价就是债务高企。中国国内的债务已经达到中国全年 GDP 的差不多300%了。美国债务是外债，大可以去印钞让全世界买单，请问中国呢？到现在为止，人民币也没有实现国际化，甚至还有金融管制，不能自由兑换，这样的一种被封闭的货币，全世界能够相信吗？总之，肖文宏看到这篇报道，估计也要崩溃一次。只不过呢，中国有一些五毛大 V 嘛，他们还可以去打圆场啊，可以去解释说，彭博社是反华敌对势力啊，他们都是瞎说的，不用担心，我们还是蒸蒸日上。如果这些中国人还是愿意听的话，那就继续沉浸在这个幻想当中。只不过他们只要翻墙上网，或者是肉身走出去，那么就一定会不停的遭到各种各样的心理打击。那个时候他们才能认识到，整个世界不是围着中国转的，更不是围着中国人转的。好，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公子视频。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还有就是加入会员收看会员专属的影片。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